我代替他申请取保候审。还不行。为什么？案情不清晰，证据没确定。我已经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赵寻的证据不实。案情还不清晰吗？不够。你和被害人聊过案情经过吗？当然没有。那你能告诉我他为什么撒谎吗？他不撒谎未必会立案，成功也未必会被刑拘。他撒谎是想让指控的证据更有力。你认为他为什么报警？想从成功那得到什么吗？成功先生呢，对无辜连累赵雪女士觉得非常内疚，提出过优厚的条件和善后的安排，他一一都拒绝了。如果赵寻是为了对成功先生有经济企图，那在我的工作范围早就可以达到和解，不至于报警。他报了警，什么都得不到，除了真相。要有真相，为什么还要撒谎？不自相矛盾吗？他没有勇气面对100%真实的自己吧？那晚发生的某一部分，他面对不了，更解释不了。我明天还会再来，谢谢。要有真相，为什么还要撒谎？不自相矛盾吗？他没有勇气面对100%真实的自己吧？那晚发生的某一部分，他面对不了，更解释不了。把头给我揉了。哎，我该你什么事儿？我让他揉。我不管他外边是什么名人，来了这儿就得守这儿的规矩。何况，哼，这还是个强奸犯。我可以给你揉，但你不能这么叫我。我不是。怎么着啊？啊？这儿吸毒贩毒的，绑架诈骗的。来这儿谁不跟明镜一样？怎么着？冤枉你了，强奸犯。我不会在这儿待多久了，很快就能证明我的清白。别那么叫我。要我说呀，这哥们儿保不齐还真是让人设局给冤进来了。你们看，这身材，这长相，还用他强奸吗？别人强奸他还差不多。看我说，你就是不懂，人不可貌相啊！别看他长这个模样，那不定那心里多变态呢。就是，到这儿还装无赖。什么意思啊？啊，强奸犯，给老子捡起来！我跟你说话呢，强奸犯，给老子捡起来！这份文件不涉及本案的刑诉活动，公安机关允许我交给嫌疑人。行，没问题，我先拿去消毒，然后让内提递给他。谢谢。
太清楚。现在呢？现在呢？现在好了，现在听到啊？现在能听到我说话，你能听到吗？你可以再大点声。啊，好。你还好吗？我听说你打架了，伤怎么样？没事儿。你证据提交了吗？啊，我提供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有。我明天能出去吗？问了，没有明确回答要不要延长拘留。我也不敢问你公司的情况，我自己也不敢想。公司的情况还可以，新路把局面控制住了，但是股票跳水狂跌，机构催缴保证金，否则的话，强行平仓。如果到这一步，最直接的损失就是员工持股的那一部分。你告诉新路，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我自己的私人账户，不能让员工的利益受损，因为这都是我的错，不能让别人背锅。新路已经这么做了，他昨天从自己的账户拿出5000万交给信托，所以稳住了机构和公司的人心，员工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你放心。他动了自己的私人账户，5000万。行啊，是我老婆。其实有你们在，我没什么放心不放心的。待在这里边最大的好处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什么都不用想。林看，林看，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什么事儿？你稍等啊。请问文件递了吗？我不想递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没事儿，我跟他们说你伤得比较重，请他们好好照顾你。陈董，我们约法3章好吗？你说。你尽量稳定住情绪，不要再打架了，好吗？一定要保护好身体啊！我会的。你看，公司有任何事情，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啊？你放心，我过2天还来。好，拜托了。好，那个你跟新路说，请他放心，我在这里边一切都好，千万不要跟他说我打架的事儿。好。你的文件。这边。赵璇，你在这干什么？我想
说啊，我想找你，找我干嘛？报警自首。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撒了多少谎？哪些关键情节撒了谎？醒酒的时间点，其他没有。发生关系全程你都醒着？撒谎是因为你觉得你没有激烈反抗拒绝他？我怕。怕什么？怕你的指控不够有力？对不起，我不想辜负你对我的帮助，我想要对得起你的努力。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不起的人是你自己。我帮你不是为了你预设的某个事实，而是想让你说出自己内心的真相。你报警指控也不是为了满足别人，而是为自己发声。哪怕那些话、那个声音它不符合别人的希望，知道吗？我的行为损害了您在警队的威信，触犯了法律。我做了伪证，心甘情愿接受一切惩罚。请你抓我。12点20，你为什么打电话给前台让人送酒上楼？只要一有人来，我就能趁机逃跑。你不是一点反抗都没有做过。我有，我去卫生间洗澡，就是想找机会逃跑。可是他一直在门口，我根本逃不走。喊人送酒上楼也是这个目的，可也失败了。那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你想过办法，做过努力。事发当时、过后、此刻、未来，你都坚持主张自己被侵犯，指控他强奸是吗？明天重新开始，说出每一个细节，我要绝对的真实。不管你说的这些话能不能成为有力的证据，哪怕发生过的事情它对你不利，没关系，勇敢面对自己，你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受害人。可以吗？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吗？谢谢燕妮。走吧，送你回家。啊，进来。师傅，还不走啊？你看，您也没走啊？回来取点东西。还有工作？啊，没有了。那走吧。好。师傅，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么严肃？问吧。10年前我来律所，是因为您看上我这个人呢，还是因为吴老师他要求？问这干嘛？多少年前的事儿。我一直想知道。听真话。当然是他要求我，他命令我录用你，不容拒绝，不容反抗。完全没有因为我的一点点才能吗？当然没有。当年你有多优秀啊？比你成绩、简历漂亮的人多的是，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法学院博士，哪个不比你强啊？凭什么要用你啊？要不是吴老强塞，我还没说完呢。
如果明天早上8点钟我没回信息的话，打电话提醒我。好的，辛董。辛董，这些文件还要麻烦您再看一下。那我先拿回家看吧。好，拿一下，谢谢。谢谢。这2天辛苦了，晚安。辛董，我想谢谢您，您用自己的钱给员工持股计划补仓，我就不用破产了。还有我妈的退休金就保住了，谢谢您。回去早点睡，明天早上8点新营队见。去吧。谢谢眼镜哥。我承认，在第1次接收笔录时，何时清醒的时间点上，我向公安机关撒了谎，提供了虚假证词，妨碍了司法公正。那就用真实陈述来纠错。返回大臣，进入成功卧室前，我恢复了一点模糊意识，清醒过来是在他床上。是被他亲醒的吗？是。我一下彻底清醒过来。但是你的想法是什么？立刻离开。你对他表达你的想法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有？我没办法当面拒绝他。为什么不能当面拒绝？因为我做不到。你想离开，但是又无法当面拒绝，那你做了什么？我3次想办法试图离开，最后1次几乎成了。第1次我意识模糊没全醒，但后来我认出了，都是上楼层长长的走廊。怎么了？啊？好晕，你放我回家。好好好，别急，来。哎呀，
你再次确认赵寻在卧室门外对你说了什么？他说我腿软，站不住，你抱我。他真这样说？是的，他还用手撑住门框，所以我把他抱进了卧室。你当时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你能清楚地记得你说的是，这不是我家，我要回自己家吗？记得，我那个时候认出那是他卧室门，我心里已经，我记得这件事儿。这个细节里，双方必有一方在说谎。哎呀，咱们是死无对证啊。然后我又迷糊了过去，不知道怎么到了他床上，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没他清醒，我还没想清楚怎么办，本能的说出：“你去洗澡。”他记得一点都没错。我打完电话到床上亲醒他，他一张嘴就说：“你快去洗澡。”你怎么理解这句话？严警官，如果你是男人的话，你会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一个女人躺在一个男人的床上，让他先去洗澡，这难道不是许可对方可以进一步的暗示吗？除此之外，还会有别的解释吗？如果有的话，请不吝赐教。我想他去洗澡，就能趁他进卫生间，不声不响的悄悄离开。他察觉到你想趁机离开的企图吗？他笑着说：“我已经洗过了。”那我去洗。哎，哎呀！撞疼了吧？我这里大，你第一次来，你会迷路的。我带你去卫生间啊。不用。啊？你拿包干什么？里面有洗漱用品。哎呀，我那里边什么都有。不要。我知道，第二次想离开的计划失败了。你当时有意识到你的这句话反而还起了反作用，被对方理解成另外一种意思，认为是你的暗示默许吗？所以我必须立刻离开他，离开那张床，争取一个自己独处的时间空间，再找一个别的办法。哎，锁的可真快啊！这是把门还锁了呢。要不要进去帮你洗啊？啊？不用。我不介意再洗一次。啊？那好，我帮你做一杯蜂蜜柠檬水解酒，你慢慢洗啊。啊。叮咚，蜂蜜柠檬水到了，请把门打开品尝一下吧。哦，我一会儿再喝。哎呀，你刚喝完酒不能洗时间太长了，小心晕倒。你把水先喝了，解酒。你放心，我不进去，你把水拿进去吧。
我一会儿出来再喝吧。那你快点啊！啊。还没洗完呢。赵群，哎，赵群，把门打开。你猜我发现一个什么好东西啊？有个小礼物送给你，你一定会喜欢的。我再洗一会儿。哎呀，你怎么这么磨叽啊？你要把自己洗得多香啊！啊？没有，我再洗一会儿。你快点啊！你肯定会喜欢这个东西的。喂，我是赵助理。日班有没有和你交接陈总要的2箱红酒？哦，赵助理有，就在那个大堂前台放着呢，原封不动。请立刻送上来，现在，马上。哦，好，赵助理你稍等，我马上给你送上来，几分钟。尽快。然后我就坐在洗手间，等卧室门铃响。我接完卧室门铃一响，我就冲出卫生间，在他开门的那一刻，不由分说地溜出去。谁啊？陈总您好。什么事儿？陈总好，我是大堂管家小婷，给陈总送红酒到，大半夜的就不饮酒啊。你有病吧你？下去。洗完了？怎么还把衣服穿上了啊？真香。我知道躲了3个月，这一次躲不过去了。你3次试图离开现场都没有成功，最后不得不留下。之后你还做过离开现场的努力吗？没有机会了。此后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动作，表示过拒绝反抗？他没有。我没有。那半个小时里，你的态度是配合还是抵触？他配合。我忍受，
性关系发生前的最后一刻，你都还在努力自救，制造机会逃离现场。为什么到性侵发生后，你反而放弃挣扎呢？因为我阻止不了，我就想尽快结束。他对你动作言语粗暴吗？还挺温柔。是。所以你没有强烈感觉到自己被伤害。是。那之后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你的态度有没有因此而转变？从不愿意变成愿意，从排斥转为接纳？没有，从头到尾我很清楚，不愿意。内心再不情愿，也没有在这半个小时里以任何方式表示过拒绝或者是反抗。你是怕他吗？我怕的不是他。那你怕什么？怕撕破脸。为什么撕破脸是比身体被侵害更糟糕的选项？被侵害是比自己退一步。那撕破脸呢？那是绝路。本案被害人赵寻有3次自救行为，我觉得可以作为成功强奸定罪的构成要件。你认为赵寻能够自圆其说，尤其是第3次自救行为有保安江小宁证人证言支持印证，但是成功也能自圆其说呀。你看赵寻有3次试图逃离现场。但是成功没有察觉到女方的心理活动，也没有接受到对方不愿意的讯息，尤其是第2次，女方说：“你去洗澡。”这句话在说和听的双方能得出南辕北辙2种真相。女方的逃脱企图呢，被男方合理读解成什么？默许、暗示。真的，站在男性的角度来说成功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更符合男性思维和世俗逻辑。咱们再说第3次自救，女方利用第3方创造了开门的机会，但是成功把那个冒失的保安骂走之后，他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保安是赵寻叫上来搅局的，对吗？我认可本案当中因为双方的性别差异造成的认知误读和行为偏差。那好，那咱们来试想一下，在长达半小时拖延时间、逃离现场的各种自救，如果转化成清晰明了的一句话：“我要回家”，会发生什么？要么成功呢是个谦谦君子偃旗息鼓，放赵寻回家；要么就是个伪君子硬上了。问题是本案暴力胁迫、身体伤害一概没有。人家成功说我没有强奸，自辩无罪，它是有其合理性的，咱不能否认。无论是之前的3次自救，还是整个过程零拒绝、零反抗，赵寻没有一次对他所受到的伤害说不，也没有对成功违背他的意愿所发生的行为当头棒喝，所以造成什么？一方认为是强奸，另一方认为是什么？正常恋爱的偏差恶果。所以我认为成功没有明知违背，
赵寻的意愿强迫与其发生性行为啊，不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顶多就算是一起，两性误解造成的悲剧，而且这个误解的责任呢，也不能由成功一方全部承担，你觉得呢？赵寻3次自救，都不是对成功直抒胸臆，而是曲笔借力，弯弯绕绕达到逃之夭夭的目的。他千方百计避免正面冲突，回避面对面拒绝嫌疑人，哪怕逃脱结果一样会激怒对方，造成相同恶果，他也极力避免当面对他说出那个“不”字。我要问的问题是，权力不平等的关系中，弱势方为什么总是无法对强者说不？强对弱的性侵中，受害人的反抗是不是强奸定罪的构成要件？你看啊，嫌疑人与受害人，总裁和助理，高位对低位，豪华写字楼里面的私人卧室，封闭空间，符合强势一方利用教养、从属职权及孤立无援的环境条件进行挟制，迫使弱势一方被迫屈从、不敢抗拒的强奸定罪。当权力关系发生作用时，处于弱势一方的女性，她忌惮的不只是对方的身体力量，还有社会对她名誉贞操严苛的道德审查，以及强者手中的权力能够操纵她的一切方面，职场升迁、人际关系、恋爱婚姻。受害人不敢反抗，不敢拒绝，不是被有形的力量束缚，而是困于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权力。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性侵，即使是温柔的，它也是强奸。同意。被权力和精神控制，以不对等地位胁迫下的性侵，在司法实践中它不易被认定，因为它有别于暴力强奸案的黑白分明。但我们法律要保护的，不只是那些以命相搏、宁死不屈的女性，还有胆怯懦弱、忍受侮辱的女性。时代在进步，是否违背女性意志不再以是否有肢体动作的反抗为构成要件。我们不能像古人要求烈妇烈女那样去要求当代女性，而且刑法理论也没有将受害人的反抗视为违背受害人意志的构成要件，对吧？同意。本案受害人即使在性行为中缺乏反抗证据，但是3次自救未遂，足以证明他不是出于自愿。我坚持认为，强奸定罪成立。同意。同意。好，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就继续推进侦查。行。你进来3天了，今天至关重要，等着吧。晚上管教会叫你出去签延长。签什么延长？延长拘留期限了。要延长多少天？小案延4天，大案直接延30。期满向检察院报告，检察院7天批准逮捕。7天内呢，批捕科会来人提审你一次，所以小案7加7 14天，大案30加7 37天。要么逮捕，要么就放人。你这个妥妥的大案，第37天晚上，公安就会来找你签逮捕。我会被延长37天，凭什么啊？他们没有证据。那就更要37天满打满算了。他们在这期间啊，就继续找证据。期限到了，好歹先把你逮捕了，然后再慢慢的搜集证据。要是再加上2退3延，3延2退，继续延长退检，一晃1年就过去了。你早晚会得到法院通知的。我有好的律师。呀，律师没啥用，律师只是你跟外界的一个双话筒。你信不信今天晚上管教会来叫你签文场？不信咱们俩就赌一赌，
我说对了，你就说我2只烧鸡；我说错了呢，我就帮你洗4衣服。我劝你啊，做好这个长期抗战的准备。怎么？没事，我有点头晕。新来的，慢慢就好了。进。老大，咱们到点该走了。是，出发去派出所。对。距离刑拘期满还有15个小时，请问公安机关如何安排？会不会延长拘留期限？马上会有决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嫌疑人本人。那就是延长了，几天？依法处置。我们也依法提交第2批证据和律师的辩护意见，还请公安机关快速回复，毕竟距离期限还有14个小时59分钟。这个就是你文件中提到的事发后赵寻亲口向成功否认强奸的视频。是的。在这，我代表嫌疑人请求警方，在为期3日所剩不多的时间里，认真研判现有的证据，快速理清事实真相，果断公正的处置，保障嫌疑人的权利。尽量避免，甚至乱用司法的延长羁押。这是我们的职责。回去等通知吧。好的，谢谢。什么情况啊？他居然做得这么远大，神奇！你有没有觉得我在什么时候伤害过你，强迫过你？看着我回答我。没有。我没听见，声音大一点。没有。你确定吗？确定。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撒谎了啊，这是人品人性问题，要不就是精神分裂。叶明，在这2个证据面前啊，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同情或者是站在赵寻这边了。这个案子，立刻终止侦查，撤案放人。你听见了没有？你说话呀！我听见了，我不这么认为。叶明啊！你能理解吗？他在现场啊，先是默认强奸，做体检，然后录1次笔供的时候，他又说不是，36小时，又对成功亲口说我没有被强奸，过
过了5天又跑到咱们这儿来报警指控，还撒谎说全程喝醉了不省人事，让人家辩护律师给揭穿了，你能理解吗？啊，像变色龙一样出尔反尔，反反复复，你能理解吗？我能。啥？我能。回去早点休息，明天早起，至少要1上午。还有2件事儿，我必须和您说。林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一定会举证这些，用我的亲口否认推翻我的指控。你对谁亲口否认？对他。成功？什么时候？认识他第2天。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糟糕的事儿，但我要面对100%真实的自己，向您坦诚一切。你看啊，赵寻事后对成功亲口否认，亲口啊。事发时，我不知道是谁报警，也不知道他报警的目的。整整1天1夜，我感觉自己被扒光，赤身露体的推到众人面前，脑子是懵的，什么都想不清楚。第2天，他不由分说的派人接我。到一个只有我和他2个人的地方，他说我爸当众打了他，但他不打算让我爸承担后果。他有没有问你在派出所指控过他强奸？有没有这样告诉过你爸？是。那你怎么回答？我说没有，不敢承认。当时我确实没有那么说过。然后你这么说，他放心了？他很温柔，大包大揽，周到细心的安排一切。送我出国躲避舆论，还带上我爸妈，什么都不用我处理。当时我觉得那样还挺好的，终于能去一个谁也找不到我，再也没有人逼问我的地方。所以你接受了？像被 PUA 一样，我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我解释不清那个时刻，那样一个我，我就是那样。紧接着，赵寻的父母啊，也跟着欣然接受，在善后协议上签字，这等于什么呀？就等于全家接受了成功的包养这个事实，这是受害者家庭该有的反应吗？我不能怨我爸妈签那份协议，因为我模棱两可的态度，始终没有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一直在猜，搞不清真相，还不敢逼问我，都怪我辨不清自己想什么，干什么。用了5天，才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第5天，他让人送我们一家去机场。我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半路上我要回头。如果没有林律，现在的我恐怕没法自主。人在国外，
所在孤岛。等我向你报了警。说真的啊，如果没有第三方报警，导致这2个人的婚外恋暴露公开，你觉得赵雪云会指控成功强奸吗？你觉得他是不敢反抗拒绝，还是压根儿就没想过反抗拒绝啊？成功的权力和地位，是压迫他屈从的黑手，还是吸引他的诱饵啊？他最后选择报警，那是为自己发声，说出真相啊，还是人格崩塌，颜面扫地啊，嫁祸于人？另外啊，你强行推进刑侦，还要把证据提交给检察院，那真的是把咱们警察的大脸送上门啊，让人家检察院啪啪的打脸。严明，提醒你一句啊，不要性别决定立场。瞅啥呢？等靴子落地呢。能迷就迷一会儿吧。叫一下成功。是。管家叫你。我说对了吧？跟我出来。走。走。成功，现在宣读对你延长拘留期限通知书。我局正在办理的成功涉嫌强奸案件，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性别男，1980年8月8日出生，因依法延长拘留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1条之规定，经燕州市公安局文理区分局决定，延长其羁押期限。现羁押期限自2020年8月2日至2020年8月6日，燕州市公安局文理区分局签发。拿着。感谢，辛苦警官。行，走吧。哎。
不用，谢谢。2只烧鸡啊。能睡着吗？心咋这么大呢？这有钱人这适应能力这么强吗？如果我被抓进去的话，会关多久啊？7天吧。才7天？不够吗？果然是7天。林看，你太厉害了。郝景时，我不敢设想诉讼这条路能不能走到头。撒谎被李律拆穿时，我以为连上路的机会都没有。尽管和您说那么多，路又短了一半。但是能走多远，我就想走多远。我陪你。进。林律来了。知道了。啊，不好意思啊，久等了，刚才开了个晨会。啊，没关系。接到延长4天的通知了吧？接到了。为什么呢？案情还没查清，是没有掌握犯罪证据吧？证据不足，就不应该延长拘留期限啊。我已经提交了赵寻亲口向陈宫否认被强奸的证据，证明了赵寻的证词前后是不一样的。这4天，还能找到新的证据吗？林律，根据你的质疑，我阐述2点。第一，被害人对警方的确有过虚假陈述，但他已经道歉反省并修改了证词。
从事发到报警5天120个小时里，他也的确有过说法态度上的反复。如果你认定他符合司法定义上的部分反悔，那也发生在他报警前。报警后，他对嫌疑人的指控坚定不移，没有动摇过。更重要的是，作为委托人和经办人，你最清楚，即使在报警前几天，面对嫌疑人的变相施压，被害人也用实际行动予以回绝，直到走到报警反抗这一步。师姐，你我都是女性，权力不对等的强奸案中，女性受害人会遭受多么大的外部和心理重压，我们不难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更不难理解她在告与不告之间摇摆不定。你最早介入案件，早于警方掌握案情的关键点，比我更早洞察受害人的心理轨迹，甚至你能亲自送她来报警。那么抛开职业理性，你心里对事件性质怎么认定？你认为他是不是强奸？对赵寻如何定义？你认为他是个受害人，还是就想利用报警实现经济诉求？我就想出个名儿，当个网红。我不指望你回答，你也不可能回答，但你真的理解不了赵寻在面对成功 PUA 式逼问下的违心否认吗？你认为在权势压力下，一个年轻女性深思熟虑后的指控和一次言不由衷的屈从，哪一个更接近她内心的真相？一次亲口否认能否成为反证，推翻受害人自己的指控？我们需要时间去验证这一点。好，时间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刑侦前3天，警方取证局限于嫌疑人和受害人两方。强奸案常常只有当事双方的说辞，缺乏直接证据，还有现场物证。因此，第三方的现场目击，还有关系密切者的旁证，都是判断两人关系性质及是否出于自愿的依据。接下来的4天，我们会扩大问询对象范围，多方取证。另一方面，掌握本案关键信息的关键证人依然缺位，关键证据依然缺失，我也要找到他。我讲延长拘留期限的这些理由，不知林律是否接受？鉴于嫌疑人供词已经固定，我再次代理他申请取保候审，提出保证人交纳保证金，保证随传随到。提交书面申请，3天内公安机关给予答复。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看着我干嘛？走啊！昨天晚上睡到半夜，他们把我叫起来，签那个延长拘留的通知。之前号里所有人都认为我一竿子会延长30天，结果你赢了。告诉我，证据提交上去了，效果怎么样？我推测啊，是我们提交的证据动摇了公安机关现有证据的监视性，导致强力直接的证据缺失。所以验明他想用这4天的时间扩大调查范围。所以在你身边工作的
了解内情的员工，包括赵巡身边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应该都会被问询。那些人又不在现场，也不是目击证人，所见所闻都是捕风捉影的，警察问他们有什么用啊？叶明想要找到的是掌握关键信息的关键证人。谁啊？匿名报警人。他？他也不是目击者，他也不在现场，全凭一想在报案，诬告我，他能掌握什么关键信息啊？他是哪门的关键证人啊？我相信，找到天边，警方也找不出强力直接的证据指控我，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做那件事。我已经向公安机关提交了变更强制措施，替你申请取保候审。需要几天？3天。那就是到6号。就算你之前猜测了警方7天之内达不到目的，我也能被取保候审，对吗？走一步看一步。我在这里每一天都度日如年，我熬不起了。晚洗脱罪名1天，大成就多一分凶险。公司的情况怎么样了？公司的情况比前2天好多了。这3天，新路动用了上亿的个人资金，交给了信托，机构安稳了，公司的人心也稳稳地稳住了。集团各部门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营。真是我的好老婆，谢谢她。你是该谢谢他。他第2天就申请短暂停牌，直到昨天，港交所才批准大成短暂停牌2个交易日，及时止跌。干得漂亮。是，4天对大成的股票来说，无疑是救命。是啊。不过，申请短暂停牌的理由是什么呢？什么意思？更换董事长？怎么是更换？不是代理吗？只有罢免董事长才能顺利的获批停牌。不是，我跟新路已经说好了，明明是代理，不是代替我呀。他这什么意思？董事会逼他吗？董事会全票通过。妈的，你背叛我！这帮家伙集体背叛我，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就是想罢免我第一话语权和实际控制人。新路不应该不知道这一点啊！他这时候进董事会，怎么敌得过四下黑手十面埋伏呢？走之前我千叮咛万嘱咐的跟他说，多撑几天，多撑几天。我让他守住我的董事长。是新路让你把这个拿给我看的。他什么意思？他对当董事长什么态度？时刻，新路的所作所为都是为集团的利益着想。发生了黑天鹅事件，第一时间替换董事长，对于股票的止跌是最及时止损的利好，对平息公众舆论也是最好的危机公关了。我想你也会认同吧。所以，我就被当弃子了，是吗？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亲人，
商业伙伴，还有我企业的员工，所有人没有一个反对的。我终于想明白了，出事那天，你开了一天的车，赶回了兖州，一进家门就跟我说要离婚，要分一半的股权。趁着我负疚、紧锣密鼓的办好了股权的转让，在我被抓走之前，已经拿到了一半的股权。原来你早就计划好的，拿回股权就是为了回归董事会，掌握话语权，做铺垫。董事会的决议也没有人逼你，是你因势利导，唆使别人的，拿出上亿的私房钱，也不是扶大鲨鱼将倾，是为了收买人心。怪不得我跟你说我要被抓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淡定？我让你守住我的董事长，你为什么沉默不语？我的结束就是你的机会。抢我班夺我权的人全是你，我的好老婆。星路其实已经做得挺好的了。他保住了你们的共同利益，就是保住了你。在他心里边，救活比夺权重要。林看，你要帮我，让我尽快的离开这里。4天之内让我离开，好吗？你放心，我一定会重谢你。我只有洗脱罪名出去，我才能宣布这份董事会决议无效。求求你。你会答应他的离婚条件，割肉分给他股份吗？如果是那样，你占股的比例就会严重削弱，而新路在公司的话语权会大增，他会抢了你的话语权。你名下的28%和我名下的12%，加起来40%的公司股份，依法我应该获得并持有20%。你需向我转让你名下8%的股份。你在趁火打劫！
成功，起来吃饭。管教，我受伤了，我要求保外就医。不用，拍过片子，医生说没大事。有事儿，我出了好多血，我现在头晕、恶心，眼前一阵阵发黑。管教，你让我在这儿待2天，好吧？不行，我就待1天。只许你今天傍晚之前回监室，以后每天来换药就行。哎呦，吃饭吧。伤得严重吗？伤的倒是不重，但是情绪确实非常的糟糕。我倒是觉得他希望可以被伤得重一点，可以保外就医。这才进去不到4天就打了2架，他能打得过那里面的人吗？他还打。我们在一起10几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从来没有丢过自己的风度。体面就是他的命，这一次是真的要了他的命。他开始恨我了吧？我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辛董，这份财务报表需要您签字。辛董，我这儿也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字。辛董，这有2份新的企划案需要您过目。你们的文件下午2点之前我会交给你们的。辛董，高管已经到齐了，在会议室等您。5分钟之后。好。那我走了啊，慢点。我走了。喂，安妮，银行怎么说？在你眼里，成功和女性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很羡慕成功和新路的婚姻，商业利益捆绑在一起，而生活上谁都不干涉谁，都是已婚男人啊。别人感情上出轨，那只能是偷鸡摸狗，而他不遮不掩，大大方方。不过，要说到新路的气度啊，的确不是一般的女人。成功有很多情人吗？那得分常住的和过路的。要是算上后者的话，那可数不过来了。那大城那几个位高权重的女高管，那都是他的人。那企业的向心力，那员工的忠诚度。老程这人吧，渣归渣，归根结底都是那些女的那前赴后继的往上扑啊。哼，都想雨露均沾的从他身上拿点好处了。不过这成功男人就能多吃多占，就有风流的特权，不太好吧？这当瞎子当哑巴是咱的工作职责，拉过谁见过啥，是一个字儿都不能对别人说的，不然咱对不起人家给咱开的这份钱呢。当然，配合警方调查，是咱应尽的公民义务。你经常拉成功和各路女士吧？就像事发当晚那种状况。人多了，这记不清谁是谁，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不过，长得都挺漂亮的，放得开。在你的工作过程中，你印象里，成功有没有强迫过哪些女性？没有，那些女的怎么可能不愿意呢？哎，就我们老板这种有权又有势、有毛有条的帅叔，还用强奸？有的时候啊，哎，反倒是那些女的们这个如狼似虎，我们老板被他们给非礼了。
程董爱住公司，顶楼就是他家。一般夜班的保安比白班审核更严，最关键一条，嘴严。这几个月，程董忙着分拆上市，个人生活很自律，也不像以前那么贪玩了。赵助理入职后，他会经常陪着程总加夜班，一般下班会很晚，有的时候到半夜。赵寻经常很晚离开公司，都是因为加班吗？顶楼的事儿，咱上哪儿知道去？也不该我们多嘴不是？事发前，赵寻有在顶楼留过宿吗？没有。事发当天晚上，是赵助理第一次跟程董过夜。来这边。进来。